女人为了30万卢比的报酬，参加了一项神秘实验。机器启动后，女人再睁眼，发现自己来了一个陌生的地方，而不远处竟出现了另一个自己。为了搞清楚怎么回事，她偷摸跟随着另一个自己进入厂房。可接下来发生的事情让女人彻底震惊，眼前的一切场景、人物对话，竟与自己刚刚经历的一模一样。这到底怎么回事？难道自己穿越了吗？时间回到几个小时前，女人在和丈夫回家时察觉到一丝异样，隐隐感觉到有人在暗中观察她。她不确定是错觉还是事实，然而丈夫阿迪对此毫不在意。拉尼也没有继续深究，她快步走回车上。由于丈夫阿迪身患重病，每天需要大量饮水来维持身体状况，但水瓶已经空了。拉尼便在车内寻找备用水源，却意外发现脚下有一个酒瓶。意识到丈夫又偷喝酒，对自己的健康状况毫不在意，拉尼愤怒至极，下定决心要带着2个孩子搬去城里生活。她已经不想再为这个家操心，反正阿迪也不在乎自己个孩子，否则他也不会如此糟蹋自己的身体。他看透了留在这里根本没有未来，工厂的工作不过是勉强糊口，而阿迪的弟弟和弟媳也不会让他们一家安稳地待在这里。他们原本还有一块虽难以耕种但至少属于自己的土地，可如今这块土地也岌岌可危，因为阿迪就是个伏地魔，一次次的把他们的存款拿去支援自己的弟弟，不顾他们自己的生活处境。阿迪试图辩解，称弟弟承诺会归还这些钱，并且自己绝对不会签署土地转让协议，让他放心。然而拉尼已经无法再轻易相信他的承诺，他曾多次目睹阿迪在关键时刻软弱妥协，这一次他不愿再重蹈覆辙。吵着吵着，阿迪突然病情发作，大吼着让自己安静安静。拉尼无奈，他决定去工厂打个卡，顺便接点水。与此同时，一支实验团队悄然进入工厂，他们此行的目的是为了展示实验成果，然后向买主约翰出售他们的技术。当实验设备调试完毕后，团队中的3人开始讨论由谁来充当实验对象。他们面面相觑，谁都不愿意成为第一个测试者。就在他们犹豫不决之际，一个身影闯入了他们的视线。拉尼看到几个陌生男子在工厂里，立刻提高警惕，质问他们是谁。面对拉尼的质问，克里斯临时编造了一个谎言，声称他们是厂长的朋友。拉尼看了他们一眼，并未过多怀疑，毕竟工厂的管理本就松散，他对此也并不上心。接完水后便准备离开，小黑却叫住了他，问他想不想赚点钱。他说这个任务十分简单，只需要坐下来拍一张照片，不会有任何复杂的要求，也不会占用太多时间。这个提议听上去轻松又无害，但拉尼并未察觉这场看似无害的交易即将改变他的命运。拉尼并未立刻答应，而是试探性的询问对方愿意支付多少报酬。小黑随口开价1000卢比，然而拉尼的回应出乎他们的意料，他直接提出了30万的要求，这个数字远远超出了小黑的预期。小胖也是一脸震惊，显然没料到这个看起来毫不起眼的女人竟然狮子大开口。小黑还没有来得及反驳，克里斯却果断地同意了拉尼的要求，只得表示现在只能支付一半，剩下的一半等拍完照片再结清。小黑和小胖都认为他疯了。事到如今，克里斯也不再隐瞒了，表示如果机器能卖出去，愿意支付210亿卢比的价格。相比于这样一笔天文数字般的收益，区区30万根本算不了什么。一听有210亿，猎人都爽快地答应了。3人凑了15万卢比交给了拉尼，然而拉尼的态度十分坚决，他拒绝了分期付款的方式，坚决要拿到全部金额。买主约翰见状，拿出自己的金项链交给了拉尼。拉尼拿到手中，用钥匙磨了几下，确定是真的后，才同意了拍照。所有几人开着连接设备，拉尼被要求坐在后备箱的椅子上。小胖提醒他，实验过程中可能会感到轻微的不适，特别是头部可能会有短暂的疼痛，但这都是正常现象。然而在设备启动前，小胖把小黑和克里斯叫走，表示有个错误没有来得及修改，就在穿越时可能会偏离目标地点，大约1公里左右。尽管出现了这一问题，但克里斯仍然决定继续进行实验。所有小胖按下机器启动键，拉尼竟然凭空消失了。当拉尼再睁开眼，发现自己竟然出现在了厂房外，周围的景象依旧熟悉，但他明明还坐在设备上，怎么一眨眼就到了这里？他的头部传来一阵嗡鸣般的耳鸣声，让他感到短暂的晕眩。脖子上的金项链让他确信刚才发生的一切都是真实的。他环顾四周，心中充满了疑问，想要回去寻找那些实验人员问个清楚。然而当他拐过一个角落，准备往厂房内走时，却猛然愣在原地。在不远处，他竟看到了另一个自己。看到对方朝这边走来，拉尼迅速躲了起来，随后他默默地跟随着对方进入厂房，试图弄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然而接下来的画面让他彻底震惊，眼前的一切场景、人物对话竟与自己刚刚经历的一模一样。就在他努力理清思绪的时候，他突然注意到另一个自己竟然坐在后备箱的椅子后凭空消失了。实验团队的几人则毫不意外，反而露出激动的神情。拉尼见状也不再多想，他只想尽快离开这个让他感到莫名不安的地方。于是他转身朝车侧的方向走去。然而当他坐进车里后，却发现丈夫已经死了。他以为是那团队几人害死了丈夫，不然没理由丈夫会突然死去。于是拉尼回到厂房，找到独自出来上厕所的小胖质问他，想要弄清楚这群人到底对自己和阿迪做了什么，为什么阿迪会突然死去。
为什么他会突然出现在另一个地方？更无法解释的是，他亲眼看到了另一个自己。小胖在面对拉尼的愤怒，试图让他冷静下来。随后他告诉拉尼，他做的那台机器其实是一台时光机，这台设备成功的将他送回到了15分钟前，而他现在所处的时间点已经不是他原本的现实世界。小胖进一步解释，在另一条时间线中已经存在着另一个拉尼和另一个阿迪。拉尼试图理清思绪，却越想越混乱。他要求小胖给出一个解决办法，如何让一切恢复原样，如何回到他真正的现实世界。小胖最终给出了唯一的解决方案，那就是重新做让时光机进行一次新的时间穿越。如果一切顺利，他有可能回到正确的时间线，甚至有机会阻止一切悲剧的发生。在决定启动实验前，小胖特意提醒他，如果待会有人询问，觉得自己只是晕倒了，然后自行走来找他们，以免引起不必要的怀疑。2分钟后，拉尼重新走进工厂，克里斯和小黑见到拉尼，纷纷露出惊讶的表情。小黑走上前查看他的状况，询问他是否受伤，刚才到底去了哪里。拉尼为了避免引起怀疑，按照小胖的提醒，反正自己刚刚只是晕倒了。随后拉尼表示希望能再做一次实验设备。3个人讨论时，小黑提出质疑，他认为眼前的拉尼并不是刚刚进行实验的那个人，而是来自过去的另一个版本，所以应该再把他送回去。毕竟实验的目的是让拉尼回到过去，而不是制造另一个他。然而克里斯对此持怀疑态度，他认为拉尼可能并没有真正回到过去，而只是换了一个位置。小胖随即指出，拉尼曾告诉他看到了另一个自己，这说明实验的确发生了时间错乱，而不仅仅是空间上的偏移。他们必须立刻采取行动，将拉尼送回原本的时间线。但这一次，他们决定调整实验参数，朝着更长的时间跨度，以确保拉尼能够回到足够远的时间点，从而避免重复进入当前的时间线。小胖在计算后指出，上次的回溯时间并不长，但如果想要拉尼回到更远的时间点，就必须调整实验参数。然而他也警告道，增加时间跨度的同时，也意味着落地点的坐标偏差会更大，这样会大幅度提高实验的不确定性。小黑认为，为了确保实验成功，时间跨度应尽可能延长至几个小时，但这个提议遭到了克里斯的坚决反对。克里斯指出，几个小时前他们甚至还未抵达工厂，如果让拉尼回溯过长的时间，他很有可能会直接出现在未知地点，甚至有可能偏离实验场地，导致整个实验失控。经过一番激烈的讨论，三人最终选择了一个折中的方案，回溯1个小时。拉尼再次坐在椅子上，这次他穿越到了1个小时前。拉尼立刻朝丈夫阿迪停车的地方跑去，希望能阻止接下来的悲剧。然而当他刚抵达目的地，眼前的画面却让他猛地停住脚步。不远处，另一个自己正与阿迪朝这边走来，2个人的身影与他记忆中的情景完全吻合。这一刻，他终于明白，为何自己当时会有一种被窥视的感觉，那并非错觉，而是现在的自己正在观察过去的自己。拉尼连忙躲到树后，小心翼翼地注视着这一幕，直到看到过去的自己按照原计划离开，前往工厂接水。正当他准备站起身，想要赶紧去找阿迪时，一辆车突然驶入视线。拉尼的心一紧，他定睛一看，发现车上的人正是阿迪的弟弟与弟媳。还不等阿迪反应过来，弟弟二话不说上前死死控制住他，而弟媳则拿出一瓶毒药，毫不犹豫地倒进阿迪的嘴里。拉尼见状心头一颤，顿时明白了阿迪真正的死因。他不再犹豫，立刻冲了出去，想要阻止他们的暴行。然而他的行动还是慢了一步。弟弟和弟媳察觉到他的存在，立刻联手将他强行制服。他拼命反抗，却被捆绑起来，直接扔进了车厢里。接着弟弟拿起阿迪的手按在土地转让书上，随后便驾车扬长而去。不知过了多久，拉尼终于挣脱了束缚，他狼狈地爬起来，看到另一个自己朝这边走来。当另一个自己看见阿迪死去，便气冲冲地去找那帮人算账。等另一个自己穿越后，拉尼立刻冲了出来，众人都是一脸震惊，显然他们在无意中创造出了多重时间线。拉尼毫不犹豫地向团队提出要求，他必须再做上实验设备，回到过去阻止这一切。然而团队成员对这一决定产生了分歧，因为目前所发生的情况已经脱离了他们的控制。 Time interval wasn't set properly. Who set it? Who set it? Me. Let's just check the variables and do it again, man. I don't think it's a good idea. Send her again. 克里斯要求给他5分钟的思考时间。买主约翰单独找到克里斯，语气坚定地要求他继续进行实验。然而克里斯却态度坚决，他认为实验已经取得了成功，没有必要再继续进行下去。更重要的是，他们的试验已经严重扰乱了拉尼的人生，甚至在时间线中制造了多个他，这已经远远超出了他们的控制范围。When she disappears from here, what exactly happens to her? She goes back in time a little bit. An instance of her. Yes. And then? And then what? Exactly. And then what? She continues to live, right? She'll be a duplicate, John. Okay, Chris. Explain. Look. There will already be one her, Rani. Then, the other one who goes from here will be a duplicate. So what you're trying to say is that, for a short time, there'll be 2 of her. Yes.
So what? What does that mean? Chris, the events repeat, right? Yeah. So that her from that time will also come here, talk to instances of us, get in the thing and go further back, right? Normally, if nothing else has changed, yeah, that's what will happen. So what's the problem? 但约翰对此毫不在意，甚至显得有些冷漠。他轻描淡写地说道：“拉尼还活着，他只是在另一个时间线里。在他看来，这根本不是什么问题。他的周围人不会察觉到任何不同，他们不会知道时间已经被改写。” Something changes course, and the other one doesn't make it to us and doesn't go back further. Fine. If something changes, then what happens? Anyone not from the native timeline ceases to exist. I see. So you're afraid that there's a slight chance that this one won't live to a ripe old age. Yeah, something like that. 克里斯和约翰的分歧越来越明显，实验的道德问题逐渐浮出水面。克里斯质疑这个实验是否真的值得继续进行，尤其是在他们已经无意间改变了拉迪的命运之后。约翰则对这个担忧不以为意，他认为每个人的一生都是无法预测的，无论是否存在时间机器，人们总会遭遇意外和改变。拉尼的经历并没有什么特殊之处，这就是人生的一部分。既然他们已经成功掌握了时间穿越的技术，那就不应该纠结于个体的影响，而应该着眼于更大的利益。克里斯依然感到不安，他认为他们的行为可能彻底摧毁了拉尼的人生，但约翰却认为这不过是实验中一个微不足道的代价，而他们将因此获得巨大的收益。约翰指出，实验的成功意味着一项颠覆世界的科技即将诞生，这一发现的影响甚至超越了汽车、飞机，甚至互联网，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突破之一。在约翰看来，这项技术不仅会改变科技的格局，还将彻底改变他们自己的人生，让他们跻身神的领域，掌控时间，拥有比任何人都更强的能力。他认为拉尼只是一个普通的村妇，即便他因此丧失了原本的生活，但对他们来说也没有任何损失。克里斯对约翰的态度感到震惊，他开始意识到他们的理念已经完全对立。约翰的眼中只有技术带来的利益，而他自己却在担忧这项技术是否会带来不可逆的后果。约翰继续游说克里斯，认为实验的成功必须要付出代价，而拉尼的遭遇只是微不足道的牺牲。他坚信，等到克里斯变得富有成熟，享受几十年的奢华人生后，他根本不会再记得今天的道德困境，也不会因为这个实验而感到愧疚。 I think I will. 然而克里斯却并不认同，见克里斯态度坚决，约翰彻底失去了耐心。他不再与克里斯纠缠，而是让小黑做决定。小黑认为再让拉尼回去一次有什么大不了的。 We don't need to. How many times does it need to see it? It worked with her. What next? Put us in? Put all of us in and see how that will go? Huh? We've shown him enough. The thing fucking works. आना इधर आ शुरू करना So that's it then, huh? You'll just speak for everyone. 约翰对克里斯的态度充满不屑，他认为克里斯的犹豫和道德考量不过是典型的创业者软弱表现。在约翰看来，真正的成功者必须要不惜一切代价才能推动科技进步，而克里斯却在最关键时刻退缩不前，甚至开始怀疑自己的实验成果。约翰进一步讽刺道：“这世界上有无数抱有远大理想的创业者，但他们中的大多数最终都会因为犹豫、妥协或缺乏果断而失败。”他指出，如果克里斯现在停下脚步，那么这项技术的所有价值都可能白白浪费，而他的人生也将错失一个改变世界的机会。面对这种指责，克里斯依然坚守自己的立场。这只小黑出生打断了两人的争吵，他让克里斯去休息吧，毕竟这时光机是自己创造的，决定权应该在自己身上。最终，克里斯在愤怒与不甘中选择转身离开。所有小棒开始操作机器，再来启动时间穿越装置，让拉尼穿越回更早的时间线。这次小胖也决定跟随穿越。他表示自己要帮助拉尼，不再让他独自面对这一切。趁着过去的自己和阿迪尚未返回，拉尼迅速来到车前，从口袋里掏出一叠钱塞进了车里，并将酒瓶里的酒倒掉。然而小胖却摇了摇头，告诉他这些钱无法停留在这个时间线，因为他们本不属于这里，就算他留下也会消失。不久后，弟弟和蒂奇驾车驶来，一如他记忆中发生的那样。这一次拉尼没有再逃避，而是猛地冲出，直接拦在了车前，迫使对方停下。他随即打开车门，从里面拿出了那瓶毒药，与弟妹厮打在了一起。弟弟见状，立刻上前拉扯拉尼，强行将他拽开，试图控制他的行动。混乱之中，蒂奇想从车里下来帮忙，但他脚下一滑，不能跌倒在地。小猫捡起石头，从背后偷袭了弟弟。趁着机会，拉尼迅速冲向车内，从座位下拿出一瓶水，直接扔给小胖。与此同时，拉尼将蒂奇身上的金饰全部取走，毫不犹豫地撕碎了土地转让合同，彻底摧毁了弟弟和弟媳的阴谋。小豹将手中的水倒进阿迪饮用的瓶子里，又将金饰藏进车内的角落。做完这一切后，小胖和拉尼原地消失。看到这一幕的弟弟与弟媳吓得赶忙驱车离开。
等拉尼和阿迪回到了车里，这一次两人之间没有争吵，没有怨言。阿迪拿起水瓶喝了一口，他们也没有再提及过去的矛盾，也没有再讨论未来的困境。两人默契地启动汽车驶向回家的路上。这一刻，命运似乎终于发生了改变。而另一边，克里斯三人正在讨论谁来当实验对象时，看见了一辆车朝他们驶来，那正是阿迪的弟弟与弟媳二人。